拜登在乌克兰使用了最后一张王牌，而中国才正式开始出手。一定要避免中国与俄罗斯站在一起，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多年来的主张。但没想到5月27日，年满100岁的基辛格，他的噩梦变成了现实。就在俄乌战争满1周年之际，美西方国家都在异口同声地谴责俄罗斯，中国元首却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。随后，两国包括军方在内的代表团密切互动与互访，这对于西方来说简直就是沉重打击。而在5月9日的胜利日阅兵式上，不仅中亚5国元首齐聚阅兵式主席台，而且还有白俄罗斯总统和亚美尼亚总理也来了。而这一切是在美西方国家以最高压手段制裁俄罗斯及普京，操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下令逮捕普京的情况下发生的，说明美国和西方的制裁和威胁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已经不起作用，美国的霸权很有限了，已经开始日落西山。这难道是在藐视美国吗？是谁把他们拉在一起的？是谁把中俄挤压到了一起？这一切不就是美国干的吗？尤其是美国在挑起俄乌战争，耗费大量财力援助乌克兰拱火战争的情况下，同时对中国采取了无以复加的科技战、贸易战、军事挑衅，还全力以赴构建围堵中国的这个那个联盟，同时不计后果地支持台独分裂势力。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关键阶段，无论美西方怎样援助，乌克兰的综合军事实力绝无可能接近俄罗斯，那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。难道接下来还敢援助乌克兰核武器，还直接下场参战？如果俄罗斯没有能够毁灭美国100次的核武库，这一切都是肯定的。但问题是，俄罗斯的核武库与美国比肩，因此美国最终只得改变自己之前的承诺，决定援助并呼吁和支持其他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美国产的 F-16战斗机。这可为美国在乌克兰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。而中国最近才算得上是开始出手。中国先是让沙特和伊朗握手言和，然后让叙利亚重返阿盟，紧接着又劝和中东有矛盾的国家和解，甚至直接劝和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等中东国家和解。中国一出手，中东一下子就打开了僵持了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死局，让世界刮目相看。中国的行动让世界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，热爱和平的阵营与热衷战争的阵营。这就让全世界更多国家进一步看清了美国的战争贩子嘴脸，甚至欧盟内部的反战声音也逐渐高了起来。别看美国裹挟了40多个国家一道制裁俄罗斯，但这只有全球国家的1/4，其余的3/4大多站在中国一边，站在和平一边。美国旗下的反俄联盟已经事实上参与战争，俄罗斯以一己之力对抗几乎整个美西方阵营，逐渐美国阵营其实并无太大的能力。那么如果有一天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俄罗斯的时候，世界格局必将彻底改写了。美国正在全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美国正要反复呼吁中美恢复接触交流，试图对中国采取缓兵之计，但美国却像狗一样改不了吃屎的习惯，忽悠中国的同时，却在继续全面打压中国，甚至利用总统提用权24日直接向台湾免费提供毒死防空导弹，并将加速向台湾运送武器装备。连美国防长前高级顾问麦格雷格都认为，美国同时挑衅俄罗斯和中国风险是巨大的。他还认为，美国如果同时与中俄在2条战线上作战，这场战争就不会持续超过1周，然后美国霸权提前终结。刚在日本闭幕的7国集团峰会已经表明，美西方正在抱团对抗中俄，我们很被动。或许这个世界真需要中俄联合更多国家一道，逐渐针对美国的反战联盟了。
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